速度成长。郑守正就觉得柯洁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围棋天才呀，就帮忙找来了丽水市很多围棋高手来教柯洁，并把柯洁呀比作是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郭靖。那个时候，柯洁前前后后跟随了很多老师学习，比如说周宗祥传，再比如说郑义兵等等等等。渐渐的，丽水市的围棋学习已经不能满足柯洁了。2005年，他来到了北京聂卫平道场学习。当时是道场里年龄最小的棋手。一开始，柯洁的棋艺并不起眼。据说，鼓励到聂卫平道场做指导的时候，在这里学习的柯洁啊，根本没有资格旁听。小柯洁很渴望能听课啊，最后还是师傅袁卫红悄悄的把他带进了教室。而柯洁本人呢，也是非常珍惜每一次对弈的机会，同样对待复盘，他也很认真。要知道，提升棋力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复盘，但是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。每一次有复盘课，柯洁都会早早来到教室，坐在第一排，认真听老师的讲解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2008年，柯洁正式定段，从此成为了职业围棋手。关于柯洁的故事还有很多，因为时间关系，咱只能说到这儿了。这就是今天体坛琅琊榜的全部内容。我是苗林，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，公众号的名字是苗林。草苗与字头双木林，在上面可以进行1对1的交流，同时往期节目也可以回听。朋友们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全国风正面调查，近日北京市中小学校服研发成果展示活动在北京服装学院举行，发布的校服令人耳目一新。大多数情况，说起我国中小学校服，马术有两大腰，款式怎么那么单调？这些年，中国校服却不那么美观。有人说这样的校服可以防止学生互相攀比，一说还可以预防早恋。英国的历史最近才琢磨过味儿来，奢侈品服装进校园，都印证了中国校服国丑我有理。但也有人认为，漂亮的校服不仅可以提升孩子的审美，还可以增强他们的自信。你认为中国的校服怎么样？能钱包说现在都在呼唤更美校服的时候，我们还要让孩子穿不那么美观的校服吗？请到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参与互动留言，调查结果将在晚高峰今晚7点到8点后峰时间揭晓。还要让孩子穿不那么美观的校服呢？关于今天的新闻调查，看一下。来看微博网友